四方美食不过一碗人间烟火，人生百味不过一段梦散风吹。那一年，一支冰棍就是整个夏天，戴着白帽的老太太加上一辆小推车，一个泡沫箱，便勾勒出了我们的童年时光。而甘肃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名城重镇，曾一度是中原通往欧洲的黄金要道。五湖四海的商贩们口味迥异，有的爱辣，有的爱甜，久而久之，这里便聚集了天南海北的各种美食小吃。在三街六巷中，你能吃到津韧爽口的陕西和乐面，也能见到不满3月的小乳猪还未经猪生便已嫁祸西去。而当地最硬的一道菜要数雪峰驼掌，它与熊掌、猴头、燕窝并称为4大山珍。当年人们在丝路上穿山越岭，横渡沙漠，都全靠忍饥耐渴的骆驼，但劳苦功高的它还是抵不过人们的食欲啊。那披星戴月的4条腿儿，终究还是免不了一番水深火热、刀山油锅。然而也正是因为这4只蹄子久经磨难，才有了一股独特的香味儿，以及半筋半肉、老而不柴的别样口感。当然，雪峰驼掌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真谣异传，大多数人的日常还是一碗朴实无华的清汤牛肉面。那饱满多汁的肉帽完全对得起它1碗3块5的价格。但大鱼大肉吃腻了，你还可以尝尝甘肃天水的传统小吃浆水面。所谓浆水，便是用野菜或者芹菜发酵而成的酸汤汁，其味酸香爽口，更能消暑养胃，生津止渴。人都说西北粗犷荒凉，就连风也吹不出温柔，但天水碎面却一如江南的细致，薄如片纸的面皮削成了雀舌大小的菱形面片，一番烹煮后浇上臊子，撒些香菜，最后再泼上一勺油辣椒，注入灵魂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甜绵香糯的沙枣馍，面白如雪的罐罐馍，五味的沙米凉粉，都是当地有名的美食。而甘肃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小吃呢，一个是绵软韧滑的酿皮子，一个是酸辣鲜香的天水瓜挂。这2道美食已在西北大地上流传了1000多年，是当之无愧的灵魂小吃。它们就如同昆明人的米线、武汉人的热干面、西安人的羊肉泡馍一样，已经超越了舌尖之欲，成为了故乡的味道。而在荏苒的风霜当中，无数小贩就是凭借着那一把小勺，搅出了全家人的生计。沿过甘肃，再至广西，位于西南方的平祥县一脚踏两国，是最早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口岸。自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结束后，两国的边民逐渐恢复了互市贸易。像当时广西南宁生产的天鹅自行车、桂花手表，以及柳州五金公司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，都是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出口到越南。出口这个词听起来倒是挺高大上的，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倒爷倒姐以高超的技术将车直接骑到越南售卖，而平均每辆的价格在300元左右，利润有10-20块。在广西民间有句谚语叫食在南宁，住在桂林，死在柳州。究其缘由呢，一个是靠棺材发家，一个则是靠山水扬名。而南宁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调味料和10多种烹调方法，纵然是今天的8大菜系，江南海北的小吃也能找到这些上古时代的痕迹。然随着光阴流转，南宁的饮食既继承了本土的底子，又吸取了东南亚等外来饮食文化的精华，可谓博采众长，独具一格。唐代文豪柳宗元曾在诗中写道：清若果盐归洞客，绿荷包饭趁虚人。这指的便是南宁当地的果蒸粽。而街边锅里的这道小吃狗舌粑，无论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是很像狗的舌头，不过吃起来呢却没有狗肉的味道。咬开那一层酥脆的外皮，其实全是松软可口的糯米。纸包鸡是广西梧州的一道招牌名菜，它独特的隔纸轻炸烹饪法，既能让油温不断地激发出玉扣纸里的调料香味，又完美地锁住了鸡肉的鲜嫩。
小摊虽然看起来没什么排面，实际上全程现切现炸，无论是食材的新鲜程度还是烹饪过程都尽收眼底，完全经得起老饕的挑剔。而今大多都是吃货，没有老饕了，所以也就只在乎吃，而不在乎怎么吃，更不会跑进厨房去挑食材、挑部位了。在广西，一天的生活是由嗦粉开始的，它就如同武汉人的热干面，北京人的面茶和豆汁儿，是一种无法被替代的清晨仪式。吃的时候呢，先经过一番烹烫，然后再加上锅烧脆皮、葱花豆角等各种小料，接着再泼上一勺肉汤，最后趁着热气滋溜一嗦，滑入口腔，那味道又怎是一个绝字了得呀！古人认为天有历数，地有周易，湖南长沙因从地理位置上刚好对应着天上一颗叫长沙的寿星，故而命名。褪色的老街里聚集了各类小摊小贩，一股熟悉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，有卖甜白酒、烤红薯的，也有现场制作的槟榔。只见那铡刀一下，槟榔便被切为数片，接着再抹上一些桂子油、石灰汁之类的调料，那味道真是一言难尽，可谓我之砒霜，他之蜜糖。尽管槟榔对于健康有着很大的危害，但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，一口醇香清甜的槟榔便是故乡的味道。位于有水之滨的王村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。1986年，这个地方因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电影一炮而红，自此更名换姓，改为芙蓉镇。当地的米豆腐原本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普通小吃，但却因为刘晓庆动人的演技，成为了芙蓉镇标志性的美食。而一个又一个的土家族姑娘也在自家吊脚楼里小摊一只，当起了豆腐西施。那人、那景、那米豆腐，让人不知不觉间已置身在了电影的世界中。而青岛海云庵的糖球会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原本是当地正月新春的一个庙会活动，但随着时光的变迁，作为配角的糖球便逐渐升级为了节日的重点主题。其实所谓的糖球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葫芦，只是多年来海云庵的小商小贩们不断的争奇斗艳，才使得它花样百出，也越来越长得不像糖葫芦。而海云庵的糖球会呢，就如同傣族人的泼水节、彝族人的火把节一样，之所以能够绵延100年，并不是因为糖球有多么的好吃，水泼着有多么好玩，而是这种传统民俗已经成为了无数人的文化乡愁。唯有这些民俗能稍稍抚慰一下那藏在心灵深处的岁月。当然，乡愁也可以是故乡那一条泥泞的山路，或者余光中笔下那一张窄窄的车票，又或许是皮夹里那一张褪色的老照片。